欢迎来到看线西欧战法频道。我们首先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啊，那道指呢经历了加息啊，也就是加息了25个基点啊，比去年50个基点啊、75个基点啊略微降低之后啊，那在上周五9点半啊，晚间9点半公布了非农数据。那非农数据我们看到了是远远高于预期的啊，基本上是预期的3倍。但是即使是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美股收出了一个十字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因为我们看到啊，加息虽然还在加，但是加息的幅度已经减缓。鲍威尔虽然说本年度不应该减息，但是加息幅度减缓的情况下，市场正在向好的一方面发展。所以呢，即使是非农数据高于3倍预期啊，那美股市场也没有出现过多的调整。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再回到市场中看啊，首先是1月20日美股发动了正式的反弹，这个反弹的时间节点呢，正好是行情的底边线的位置，这个支撑位发生反弹之后，美股走出了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走8阶阳线，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正好走在了一个沙僧阳线组的势力范围，经历了沙僧阳线组的连续7个交易日的震荡之后，行情就有可能发动突破，最终突破当前行情当中波峰连线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走出唐僧阳线，也就是形成一轮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欧，完成本轮多头方向的突破。那在这种情况下，比特币跟从了美股的行情。回到比特币的结构当中，我反复提到了目前正处在日线级别的第2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欧的一个8阶阳线的势力范围。首先我们看到了1月11日是本轮行情的一个突破的节点，那么这根突破的阳线呢，我们就管它叫做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那么我们看到了悟空阳线刚好突破了9月份波峰连线形成的位于$17,500形成的这个压力位，突破这个压力位之后，行情走出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欧，分别走出了8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么后面这3根阳线呢，依次突破了140均线、169均线和位于$19,500的啊，从去年6月到11月份的这个波谷连线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压力位，重要的压力位得以突破之后，行情正式向多头方向进军。然后在1月20日，我们看到1月20日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刚才我们分析美股的时候也看到了1月20日这根阳线呢，站上了一个波谷连线的一个支撑位。那1月20日的比特币呢，在这个位置上发动了什么呢？发动了第2波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欧当中的一个悟空阳线。那悟空阳线是第2轮上涨西欧的一个标志性的特征，意味着第2轮日线级别上涨已经开启。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啊，这个悟空阳线发动了突破之后，行情走8阶阳线组。我们看到了8阶阳线组走得非常复杂，从1月21日走到今天2月5日正月15，连续走了半个月之后呢，我们看到依然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个连续的震荡，但是始终没有发动跌破。那么从日线级别上，我们观察到目前处在一个8阶阳线的势力范围，把时间级别调小之后，我们看到目前形成了一个高位上的一个收敛结构。这个收敛结构呢，我们可以通过划分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把它构造出来。这两条连线形成之后，我们看到焦点位正在前方的一个2月7日，也就是下周2这个时间到达焦点位。那么我们知道根据 K 线西欧战法这本书我写的这本书第2部分叫4象战法，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是容易发生变盘的一个位置。行情在前面从1月21日到2月5日一直是震荡结构，没有发动事实上的突破，但是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容易发生跌破之后再涨上来，也容易发生直接上涨的一个动作。总而言之呢，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多头趋势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只要行情在4小时级别的144均线和169均线的延长线为支撑的这个价格上我们就认为多头可能继续发育。那么发育之后呢，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级别。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1月9日走出了悟空阳线之后，行情走8阶阳线。8阶阳线后面有一阳一阴2根 K 线，那这2根 K 线呢，我们认为是8阶阳线所遇到的妖怪。
当八戒杀妖除魔斩妖除怪之后，行情在周线级别上就可能走出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组，最终呢到达我们的目标点位$27,500啊。同时呢$27,500也是周线级别的169均线的一个压力位，同时呢也是前面行情当中的一个筹码密集区啊。所以呢我们本轮行情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目标位啊在$27,500，无论行情怎样震荡怎样波动，很多 UP 主都认为行情到这个位置上应该有非常大的回调，回调有没有呢？是有的，在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有一个接近4%的调整，但是这个调整呢，我们看到仅仅是4小时级别上的它的一个符合震荡区间的一个调整动作，更大的一个调整没有发生，并且呢，我们有日线级别上涨西游2轮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有周线级别1轮上涨西游的一个预期，所以呢，多头目前在美股过了2关之后啊，美股过了一个公布非农数据，一个加息，这2关过了之后，行情在2月15日啊才有第3关，也就是本月会公布一个 CPI 数据啊。当然了，这个 CPI 数据我认为影响已经不大了，因为美股和比特币都处在一个上行的趋势当中啊，因此呢坚定你多头的一个筹码，设置止损，把握趋势，分仓布局，合理的降低自己的风险啊，最终呢可能你会获得本轮行情多头方向的一个利润。那么我们一直说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呢处在一个支撑位，也就是0.068这个支撑线以上。在这条线呢发生的是从21年5月份连接过来之后波峰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支撑位，这个支撑位起到了非常明显的支撑作用连续多个交易日没有发生跌破之后，行情走到这里面发动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这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我认为多头会有一个继续发育的过程，因此呢我们目前看到了以太坊已经领涨于比特币也就是在这个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上看到的。那以太坊领涨比特币呢是对山寨币是对包括以太坊在内的很多主流币和山寨币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利好。然后我们看以太坊对 USDT 的交易对目前呢，以太坊对 USDT 的交易对在2月2日出现了一个高点1717突破了$1,700，突破之后呢，我们看这轮行情它走出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在1月20日同步了比特币走出了一个新的悟空阳线，新的悟空阳线走了之后，后面所有的 K 线呢都是围绕悟空阳线展开的震荡，也就是悟空遇到的妖怪。这些妖魔鬼怪呢，影响了我们对多头的一个判断。但是悟空 K 线标志性的阳线走来之后，我们就认为它有可能发生日线级别第2轮上涨西游这样呢会同步了一个比特币的第2轮上涨西游。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1月9日和比特币类似的是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目前处在8界阳线震荡的这个势力范围，那上方呢就会有唐僧阳线、沙僧阳线最终呢我们给出的目标位是$2000附近。那么这轮山寨表现的非常好，不可能所有东西都说，但是我们布局的这个 HIGH 前面有非常好的表现之后，我们开始布局之后呢，我们发现非常多的利好在这里面首先是 CZ 说是支持 VR 板块然后是周杰伦和 HIGH 这个代币进行合作。然后昨天币安突然官方宣布要大力发展 VR AR 它这是在推特平台上发出的。然后我们就看见这个代币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突破。那这个日线级别突破怎么来的呢？我前面好多堂课都讲了这个结构这个结构我们看到了，首先它进行了一个高点，出现高点$3.9附近然后做了一个调整，这个调整的时间级别我们看到是4小时级别，调整完成之后，围绕这个调整做了一个大开口的收敛三角形，并且呢在这个调整之内我们看到大开口收敛三角形这个结构之内，我们看到2轮的平行结构。然后我们昨天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上方形成了一个平头哥一样的压力，这个压力线呢它是水平水平的这种压力呢不容易发生突破，但是我们给出的分析是这样的就是上方如果能够符合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就是上方大概$4附近这个位置上出现4次等位置波峰，那么这个位置呢就容易发生突破。那么发生突破的位置和时间点大概都是在这个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然后今天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个新高新高大概是在$4.5附近。新高出现之后，我们回到日线级别，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它的一个大的悟空阳线走来之后，走8界阳线组也是非常复杂，震荡非常多，形成了一个三角形。
然后呢，今天走什么了呢？今天日线级别走上升阳线，这样的话，上方就可能到达$5之上，走完它的一轮的日线级别上涨息油。然后我们把时间级别再次切换到周线级别，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悟空周线级别的阳线，8件阳线啊，这样呢非常流畅的走出了8件阳线。那么下周和大下周呢，走上升阳线和唐僧阳线，到达$10的可能性就非常大啊，特别是这种热点非常多。我们刚才说了啊，周杰伦、CZ、币安啊，大力对 VR 板块进行宣传。周杰伦呢和这个板块和HI这个代币进行了合作啊，因此呢，在目前热度还有币安支持，还有周杰伦的喊单的情况下，那么我认为HI很快可能会完成它的一轮周线级别上涨，目标点位10美金。那么对于本轮行情的一个启动机，也就是嘎啦来说啊，嘎啦启动的时间节点是在1月6日，比特币启动的时间节点是在1月11日啊，所以呢，嘎啦我认为是本轮行情的一个主动性的信号，多头的一个信号，多头的一个龙头。那么龙头启动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之后，走8件阳线，沙僧阳线。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它已经完成了日线级别的一个唐僧阳线。唐僧阳线完成之后，正常它应该会做调整，但是我们看到它在4小时级别上形成了一个方向偏上的一个波峰连线、波谷连线，形成了这个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会发生变盘，变盘之后呢，我认为它有可能做一个回踩动作做一个4小时级别下跌吸油的动作，进行一个回踩。只要这个回踩的时间点存在于这个近焦点附近，我认为它并不容易发生跌破，行情并不容易发生反转。这个反转呢是上涨过程当中的一个下跌这叫反转。那么行情在这里面不容易发生跌破，那么再往上走，我认为它容易走出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吸油，并且周线级别上涨吸油已经走出了一个8件阳线组悟空阳线走完之后走8件阳线组，这样呢可能会形成一个领涨行情的一个周线级别上涨。还有呢，这轮行情板块轮动，我们也看到了。首先呢，我们昨天看到了一个史币已经出现了一个领涨行情因为这个板块轮动到史币轮动到史币这个狗狗币马斯克这个和推特相关的币种上来了所以呢这些板块出现了一个上涨。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某些平台币 OK 币的一个强势甚至呢今天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高点。同时呢，我们还看到了浪子回头币，比如说 Luna C 的一个上涨目前 Luna C 呢，它是远落后于比特币和以太坊，更落后于很多急速上行的龙头板块的因此呢，我在前天节目当中和 VIP 群中的朋友们说了Luna C 可能会有一个补涨行情。那么它的补涨，目前我们看到50日均线、10日均线正在上穿正在有一个上穿的趋势。这两条均线呢，50日均线和10日均线作为操作线，正在上穿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的观察线这是一个完美的多头信号这个信号呢发生的时间级别是从15分钟级别发生了昨天节目也讲了，15分钟级别发动突破之后依次做了小日线级别、4小时级别、日线级别的突破那么后面的行情我还是比较看好这种浪子回头币Luna C 包括 XTT 这种也是属于这个浪子回头币大家都可以进行关注。总而言之呢，本轮行情多头已经出现板块轮动全面爆发的一个节奏只要你抓住热点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币安平台所提倡的一个热点 VR 板块、AR 板块或者是推特板块这些热点你坐稳了扶好了把手基本上都能有一定的获利但是呢，在获得利润的同时，也要积极的去对这些利润进行一定的锁定涨一些之后就是做适当的减仓保住本轮行情这个大反弹行情所拥有的利润然后再提发展。但是减仓呢不是全部减掉一定要适度减仓，适度减仓之后留有筹码，才有机会跟上主力的节奏这一点呢是非常关键的一点。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键3连，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 K 线吸油战法。感谢大家，再见。